尊敬的面粉们好呀，今天你们悲剧了吗？哎，为什么面具人今天节目的开篇不问你们赚钱了吗，反而要问你们悲剧了吗的这种事儿呢？因为呀，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比较严重，比较悲惨。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我告诉你，标题还不够恐怖，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才是真正的恐怖啊！这个内容我放在节目的前半段来讲，节目的最后呢，我照常会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比特币呀，昨天居然跌到了我心里能承受的极限低点位了，居然跌到了39000美金了啊！那这再跌过39000的话，那就是大恐慌呀，那就顺便打了我的脸了呀！哎呀，总之这几天很重要啊！面具人觉得不会再跌破39000了。那接下来到底会不会跌破呢？哎，你们看完今天的节目，应该就会有一些方向了。而且我在节目最后呢，还会告诉大家，现在是否到了入场的时机了。哎，节目后半段我再说这个事儿，前半段主要来讲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呀，大陆人呀，好好听完今天的这期节目，太严重了。这是决定你下半辈子生活质量的一集。非常重要的一集，我今天要给大家详细讲讲共产党对物价、房价的操纵，以及引入一个与疫情相关的软屠城的概念，太可怕了。软屠城以及接下来的一些经济恐怖啊，就是你们要面临的。节目开始之前，请检查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割韭菜了，那些搞得你民不聊生的不可挽回的损失，那就不能怪我啊。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转发到3个平台，比如说 Twitter 呀、Facebook、Discord 之类的，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中奖人数依然是10人啊！我明天还会再公布10个人的名单，昨天已经在我的油管社区公布了10个人的啊。这些 NFT 都是可以卖钱的，你们都可以拿到 OpenSea 去卖。好，来讲正题啊，我刚才说到了软屠城。屠城倒是听说过，这软屠城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我们脑海里面的那种用刀枪直接把人干死的那种，就是屠城，也叫做硬屠城，这是个痛快的。实际上呢，这个软屠城比硬屠城还要可怕1000倍、100倍。硬屠城跟软屠城相比啊，那简直就是小儿科。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大家可以闭上眼睛，细细的边听，脑海里面边想那种感觉，浮现出那种画面，体会一下。你看啊，这疫情把上海封城了，深圳封城了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吃，很多人买不到菜，买不到饭，要么就是吃不到，要么呢就是要花很贵的钱，还只能买一堆不新鲜的垃圾，吃不好。这人呀还失去了自由，每天都要被核酸捅2下，还要受小区保安的气。在这种情况下，多少人抑郁、报复社会、跳楼，哎，等等，这还不算啥，这根本不算可怕，可怕的在后头呢。你看，老人小孩生病了，不让你出去看，有些小孩直接就被隔离拉走了，完事儿了，死了活了也不知道，反正把这个小孩也是搞个跟集中营一样的东西啊，几十个小孩、几百个小孩堆在一间屋子里面，哎，生病了没生病了，死了活了，反正就那样了，听明白了没？我只不过是要求去医院退个烧，你们让我一直在家里面，尽快尽快，什么才是尽快？尽快到我孩子得病了才是尽快吗？你们也有小孩的呀，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对待我的？谁愿意让孩子生病啊？我大人能扛的我就自己扛，我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孩子生病？我明知我有风险，我还要回去和他待在一起，你们有没有人性啊？你们居然我连人都不出来说话，这就是你们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吗？我已经说了，我不是不可
合理的要求，我又没有让你们干些什么，我只要求去医院。我现在生着病去医院，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我在家手推不下来，你叫我怎么办？我就烧了1天了。你们到底有没有人性啊？你们是人民警察呀！我国家的税我1分都没有少交，我是用来养你们的，你们就是这样对我的。我是纳税人，你们是什么呢？你们不就是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吗？你们现在解决了吗？我从7点多到现在已经9点钟了，你们连个像样的人都不出来跟我讲，也没有来跟我说要怎么搞，你就让我们回家尽快，什么时候是个头？我孩子的命不是命吗？啊，我们的命可以不是命，我孩子的命是命啊！他才2岁啊，叫我回去他怎么办？他已经跟我们接触了很长时间了，我们2天前就有症状了。你至少给我一个像样的解决方案，哪怕先让我去医院嘛。有你们这么对待人的吗？还人民政府、人民警察，狗屁不是！这里连物资都不发，饿死的就饿死，物资去哪里了？我问你们，收场工作做了没有？含着泪看完。妈妈，我想回家。先回家呀。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要求你事事要自己做吗？知道呀。因为虽然妈妈能给你了生命，但妈妈给不了一切。妈妈虽然也能把你养大成人，但不能照顾我一辈子。无论爸爸妈妈有没有本事，以后的路都要靠自己走。不管这辈子我们能相处多久，都要好好珍惜共度时光。下辈子无论咱们爱与不爱，都不会再相聚，亲人只有一次缘。看到了吧？这只是对待小孩，老人呢就更惨了。上海现在的接诊率已经是极低了，几乎不看病了。很多小区，你就算是犯病了，马上要死了，要做手术了，都要预约或者审批，或者呢，管你审批不审批，打不打120，去不去医院，小区的保安根本就不让你出去看病。啊，病了，在家躺着养着，听懂了没？那你说，如果是有个什么急性肠胃病呀、心脑血管疾病呀，要急诊，立刻去看病、去救治、做手术的，哎，这去不了医院了，那基本就活不成了啊，死囚了。各位，你们听一听，想象一下，小的被送走，老的在家里面等死，要么呢就是吃不上饭，骨肉分离啊，或者是黑发人目送白发人活生生的看他活不成，看着自己的小孩被拉走，或者是被锁在家里，看着自己的爹妈亲戚本可以不用死的，却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任你想尽一切办法，打电话、微信上找人、网上预约，就为抓住那一丝丝的能给自己父母治病活命的可能性。然后呢，还要看着你的爹妈被病痛折磨的嗷嗷叫，死去活来的，最后还是死了，惨不惨？惨不惨？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呢？啊，还不是因为你个不孝子，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里面的人愚昧，还不是因为你们看不清政治现实。面具人，我几年前就提醒过你们，会有今天，会有今天啊！疫情全国巡回演出，全国来一遍，全国都要把你们整得死去活来的。我早叫你们跑，你们不跑啊！火烧到你屁股里了，哎，就像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个天要塌下来了，哎，他就觉得没事儿，不可怕，早着呢，宁愿被砍死，宁愿被折磨死，他也不愿意去反抗，不愿意去逃跑。逃跑是最基本的一种反抗啊！连生物最基本的这种自保的本能、危险本能都没有了，害人害己呀！你们看看网上现在，甚至有好多明星啊，
就是演那个什么，那个台湾的明星叫个啥来着啊？长得跟个哈巴狗一样的那个，声音还挺有特色的那个老头，在家里面没饭吃。郎咸平、六六的爹妈都因为封城在家里面治疗不及时给死了。这些明星啊，他们的爹妈都保不住，更别说你们这些屁民了。还有一些侥幸的能在网上发出声的那些人，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得病发高烧，就是不让出去看病，活活给烧成傻子了。自己的爹妈得病了，看不了病，在家里面死了残了。这些细微的声音略有漏网之鱼发出来，就这还是在中国强大的舆论大数据监控之下走漏出来的只言片语。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没有能发出声的，默默的被闷死掉的有多少人啊？上海、深圳，全部都是这样严防死守啊！你把眼光打开了去看，你不要光说啊，这个没死到我家就不算死人，那就跟文革一样、大饥荒一样，死了几千万人，反正是没死到你家，你也觉得是没死人嘛，对吧？你要有社会眼界，你要有社会格局，你不能总想着窝在你的地鼠洞里面，窝在你的龟壳里面啊，自己意淫。听明白了没？整个上海按理来说，每天要就诊医疗的人数，那高达上百万了吧，对不对？上百万人呀！现在好了，都看不了病了，怎么办？等死呗。尤其是老人的病，你不立刻去送医，拖上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甚至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轻则永久残疾，重则直接就挂了。现在老年人就是躺在床上，现在已经一动不能动了。本来上午的时候还可以，还可以借点力气，然后爬起来，但是现在就是已经不能说话，然后也不能动了。你好，哪位？我是用康路37弄7号的于文明啊。女老师。我现在受不了了。我现在我自己的药都吃完了，对吧？东西也没有了，也没有吃的了。我现在人很难受。什么东西没有了？啊？昨天你儿子让我帮你爱人配药的时候，您怎么没让我帮你一起配呢？啊，我现在人很难受，嗓子疼，温度又一点一点升上来了。我帮你送一点那个莲花清瘟颗粒、莲花清瘟胶囊给你。这个我们还有。那我目前为止我居委会只有这类药物。我想做 CT。你想做 CT 啊？这个不是我居委会能够决定的。不是，我要到医院去看病，要做 CT。我们已经把您的名字报上去了，但是上级部门没有做处置。那么这个这么长时间都不给我解决，我怎么办？要看得我等死了。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李老师。那问哪个部分啊？你们给我催催，我这又找李伟啊，对吧？我李伟已经帮您都报了，上面。报了就完了，报了这么多天都没有听到你们回应。他们没有给我回应。没有给你回应你就不管了？我不是不管，我还有很多东西我都在报。不仅仅是您一个。今天我想办法送走了一个孕妇。今天我在处置一个过世的老人。于老师，不是我们不作为，而是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无能为力，居委会能做的事情我都做到了，居委会不该做的事情我也做到了。那么你们既然这样，你们不可以向上一级的机关反映一下吗？我们上一级机关最上面机关就是街道，具体机关我们是反映不上去的。居民可以去反映，你们可以去反映，但是我告诉你，上海市12345热线到现在都是个空的东西。这个东西我都反映过了。对，您都反映过了，您看有结果吗？您看有结果吗？不是我，语气越来越重啊！我也很着急，我也很愤怒，我也很生气。对呀，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我告诉于老师，我无能为力，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我面前放的不是您一个，是有一群这样的人群在我面前。
就是他们不处置。这个情况怎么办？要我们自己来承受。我不知道，也许哪一天我承受不了了，我先退出了。我也不知道这一天会不会很快到来。于老师，我比你更委屈。对，也会有这个感觉的，但是我今天接到1天的电话都没有接通。我不是不努力，123我也打过了，110也打过了，对吧？我知道您都打过了，您看有结果吗？我也是说没结果，是没结果。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考虑什么事情。就不能救救我们的老百姓吗？我也想让他们来救救我们的老百姓啊。我也想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我也是说呀。老人不管，孕妇不管，过世的老人都不管。连垃圾桶都不管。我向市委也反映过了，也一推出来，对吧？李老师，我真的很无奈，我不知道，我比你更伤心，因为您仅仅是一个家庭，我看到的是无数个家庭。对。你所谈的一切，我真的很理解，真的很理解。你的情况，我以书面的形式都已报过，电话打过无数次。谢谢你。对不起，李老师，我无能为力。真是，我们的国家难道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海会变成这样。好吧。对不起，李老师。再见。各位看到了吧？地狱是否存在？这是个好问题。来，抬起你们的头，看看你的周围，看看你周围的人和正在发生的事儿。地狱是你自己为你自己量身打造的。各位想想吧，我希望你们在歌颂共产党的同时，想一想那些在疫情当中被共产党的这些恶性政策而夺去生命的那些冤魂，那些老人的冤魂，那些小孩子的冤魂。把这些人活活憋死在家里，这下共产党要省多少养老金呀？更别说网上现在还在传习近平想借着封城闷杀江湖时期的老官员，把那些江派的大员呀、老官员全部给憋死在家里当然了，这些都是花边了可信度存疑。但是你们要记住，赚钱跑路是最重要的。那说到经济了，面具人，我想告诉你们共产党他准备借着疫情把物价、房价硬着陆了。你们要知道，上海现在的菜贵到起飞了。你们看图几十斤菜要卖几千块一桶方便面就能卖到接近上百块。我操了！再这样搞几个月，再加上房贷车贷，会搞垮很多家庭的经济的。而且呢，这个物价，共产党玩的是进2退1，先把菜价给你从8块拉到800，持续一段时间以后，让你实在受不了了，再给你降到个200块、300块，你立刻就会觉得哇，好便宜呀！看，从800块把物价降到了200块、300块了，跌了一大半了。共产党做得好，共产党降物价就是厉害。乌托邦不搞笑不？但是从心理学上来说这是可行的很多商场的促销、节日的这个打折降价，都是玩的这种套路但是呢，套路虽然 low， 虽然简单，却是很有效呀。对这些没有思考能力的底层屁民，非常的直观有效。你别说物价了，我告诉你，现在的房价也是。
你们记住了，以疫情控制人员流动，就可以降低房价的流动性，降低房子的流动性，就可以达到控制房价的目的。并且呢，共产党现在已经在做的，面具人之前给你们预言过的啊，把人权和地方绑死，把人权和房权绑死啊！你不在这个地方买房子也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租房子，否则呢，你的孩子上不了学，你找不到好工作，等等等等等等啊！明白了没？把人权和地方以及房子绑死了以后，你为了生存，要么呢就买国家的一手房，要么呢就租国家的公租房，明白了没？那至于二手房的话，二手房你就自生自灭吧。你甚至连自生自灭的资格都没有啊！共产党一定是不能让你二手房去抢他党直营的这一手房的生意呀，对不对？而且现在还给人们搞集中营，强制隔离，几点出来活动，几点不能出来，都给你定好，几点能吃饭，几点不能吃饭，几点能上厕所，上厕所洗澡都要预约。现在很多大学里面上厕所洗澡都要预约啊，这就是服从性测试。开饭了哈，看着一个个可怜的小眼神都在这等着喂饭呢，像不像圈养？各位，就这种玩法，不让你看病，小病给你拖成重病，让你看病花更多的钱，不然就得死。然后呢，店铺不让开门，还要收房租，店铺倒闭，让你呢买不上东西，吃贵东西啊！而且呢，很多人做不了生意了，不赚钱了，每个月的车贷、房贷还得继续还。在这种情况下，多管齐下，很快就会掏空几乎每个中国人的钱包的，把很多人打到逼到这种生死贫困啊！我跟你说，就难受得很。到了那个时候就好了。很多人为了赚一点点钱，吃一点点饭，你给多少钱工资他都干。是不是人工成本就降下来了？那至于什么房贷、车贷啊，你还不起，还不起就还不起，还不起，上征信限制你，啥都干不成，老老实实的听话，恢复你的征信，是不是你就会为了保存你的社会基本人权啊，征信不出问题，你会更加努力的为党为这些工厂去工作，是不是？这是多好的统治方法呀！很多人会觉得啊，现在房价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呀，房价还是高。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一下，如果说你的朋友，你周围有这种中介公司啊，你可以去套一套话嘛，你去试一试啊，问一问，看看你的二手房按那种标价到底能不能卖，容不容易卖。而且面具人我告诉你啊，中国房价跌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物价飞涨，房价却不怎么涨。那这不就是房价跌了？或者是降低房子的流动性，增加售卖难度啊！本身原来半个月、1个月能卖的房子，我现在给你卡到3个月、半年你才能卖掉。这是不是也就相当于降房价了？面具人之前怎么说的？快跑啊！不然呢？不然你就继续留在国内遭罪嘛，不然你就继续留在国内啊，看着你爹妈死掉嘛，嗷嗷叫，然后死了，是吧？很多人说什么亲情这了那了，来，面具人，我告诉你，什么叫做亲情，什么叫做孝顺，那就是你自己先别当一个累赘，你自己跑出去混得好了，赚大钱了，你给你家人分一点，对吧？啊，你就算是混得不好了，你也至少没有拖累别人，听懂了没？甭像那个螃蟹一样啊，一煮一锅啊，你把我掐住，我把你拽住，大家谁也不想让谁过得好，或者说是并非本意的，间接的导致了大家互相捆绑啊，要死一起死，对吧？我真的是想不通有些人啊，说什么离不了家呀，什么亲情呀，这了那了的。来，面具人，我告诉你，啥是亲情？有钱就有亲情，没钱就没亲情。多少中国的这家庭嘴上说什么兄弟姐妹啊，真正到了利益冲突的时候，为了老人的那套房子，亲戚都不做了，兄弟姐妹吵翻了啊，翻脸不认人了，多不多啊？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的？有的请留言打1，没的请留言打2啊。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好，咱们来说 B 吧。
比特币现在跌到了39000多了啊，马上就要击穿面具人的心理极限了。不过我之前在43000的时候就已经让我的会员清仓或者清仓了。如果说再下跌的话，我们的会员群里面的风险基本上是不大的，因为没有多少仓位。而且面具人我个人啊，我接下来的操作就是，如果比特币还会继续下跌的话，我就会考虑分段买入了。已经到了买入的时候了，因为我觉得它比特币不会在下一次的议息会议之前砸太低，懂了没？具体原因我上一期节目已经说过了啊，再跌的话我就会分段买入 AVAX、Luna、CRO。我现在的仓位很轻很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最近还要把相当大的一部分仓位留给新项目。今年的新浪潮哦，革命性的项目比去年的 AXS 还要猛的。这个项目我最晚会在20号之前公布给你们，到时候你们看视频就能知道这个项目的商业模式有多厉害了。但是现在呢，得先让我的会员们先进场，毕竟嘛，人家是会员，我有啥好消息都得先给他们。如果说你们有想跟上的，或者是想要 B 的操作点位思路的，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再见。